Hello， 大家好。去年呢，我们做过 Mate 50和Mate 50 Pro 这两台机的全面评测啊。虽然说核心 SoC 用上了骁龙8加，但是从整体流畅度、发热、游戏方面的优化来看，这代产品完全不像是 Mate 系列该有的表现。所以呢，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华为加麒麟体验很强，但是性能方面呢，好像不太行啊。今年 P60 Pro 同样是骁龙8加平台，那么这台机子整体的流畅度优化相比 Mate 50 Pro 有多少进步？作为华为主打拍照的产品线，这一次的相机升级，画质呢有多少提升？一起来看视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性能部分。CPU 的日常调度策略上来说 ，P60 Pro 在程序打开加载环节 ，CPU 中和大核频率都可以飙到最高的 2.75 GHz 加 3.19 GHz。应用内呢也没有做频率限制，可以根据页面的负载压力动态调整到最高。用修改报名的 J-Benchmark 测试，单核呢是1200加，多核呢是4000加啊，属于是调度比较积极的骁龙8加了。对比来看 ，Mate 50 Pro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都要弱一些。但这还没完啊 ！Mate 50 Pro 这个机子呢，日常的温控阈值设定很松，连续跑5次 J-Benchmark，CPU 中和大核呢频率会被进一步限制啊。此时单核多核的成绩呢是750加和3300加。P60 Pro 连续跑5次之后，性能呢是基本没啥衰减，所以日常温控调度方面，今年 P60 Pro 是要比 Mate 50 Pro 强很多的。除此之外呢 ，P60 Pro 的高刷策略也比 Mate 50 Pro 更加开放。默认的智能刷新率模式下，30款长源 App 全部都是120赫兹啊！对，你没听错，连地图类短视频也都是120赫兹，妥妥的当年麒麟9000版 P50 Pro 的高刷策略啊！画面静止不动或者说播放视频时会自动降到60赫兹，页面滑动呢再提升到120赫兹。而 Mate 50 Pro 默认的智能刷新率高刷策略就要怂很多了，锁90赫兹的同时，还有一堆应用呢是锁60赫兹的。虽然说手动120赫兹之后啊也是全局高刷，但是同样有明显的温控限制啊，比如说电池温度到37度以后，应用就开始锁90赫兹了；电池温度超过40度则开始锁60赫兹。基本上就是玩10分钟原神出来就开始锁帧了。这方面 P60 Pro 呢会好很多，日常使用过程中基本没有遇到锁帧的问题。当然，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一下实际的温控阈值 ，P60 Pro 大概是电池温度在42度以上的时候会触发锁60赫兹啊，但是没有锁90赫兹这个情况。游戏方面，王者荣耀目前 P60 Pro 呢还不支持120帧加极致画质啊，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一波高清加120帧，帧率很稳，整机光呢是3.2瓦，没啥毛病。原神20分钟虚拟地图跑图测试，平均帧率呢是53.4帧，整机光呢是5.4瓦，最高呢是46度左右，屏幕没有强制降亮度，功耗控制的很不错。对比 Mate 50 Pro 的平均44.3帧，依然是强了不少。而且 Mate 50 Pro 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45尼特。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P60 Pro 这个原神游戏画面啊，实测下来呢还是会有些问题。分辨率 OK， 正常 720P， 但实际流畅度和性能狗检测到的帧率啊对不太上。比如说，同样是60帧 ，P60 Pro 人物跑动的画面看着就明显不如其他60帧画面流畅，画面的滑动操作时会有点延迟感啊，感觉像是插帧的效果。但是系统中压根没有任何插帧的开关选项啊，不知道是华为这边做了什么魔法操作啊。反正目前原神的实际流畅度还是有待优化的。续航方面，在我们的测试模型下 ，P60 Pro 最终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32分，1.5K 屏8加平台，再加上4815毫安时，这个续航表现我觉得没啥毛病。所以就日常流畅度这一块来说，今年 P60 Pro 表现的确实很不错，对比 Mate 50 Pro 是进步明显了，程序多开快速切换，重度使用场景都会更加流畅。当然有一说一 ，P60 Pro 和当时 Mate 50 Pro 发布时呢情况又不太一样。今年7000这个价位上，其他安卓旗舰都是清一色的骁龙8 Gen 2。8 Gen 2相对于8加提升，想必大家都清楚啊。比如说，即便是影像器件，8 Gen 2平台的机子啊，我们目前测试下来，除了 Magic 5，各家跑原神这种高负载场景，基本呢都能够跑到57到59帧左右啊，并且这个帧率下发热呢也不会太高。还有呢，就是 P60 Pro 作为8加机型，日常调度开放机型，但实际使用过程中，体感温度呢会比很多8 Gen 2机型更高啊。除了散热之外，本质上呢还是芯片差异啊。8 Gen 2呢，因为有4个中核，再加上架构上的升级，相同多核性能的前提下，功耗呢会更低，续航方面通常也会更强些。P60 Pro 的后置相机模组造型，高情商的来说啊，像考拉，挺可爱的。低情商的来说，这个相机模组乍眼一看呢，确实还挺强迫症。当然，最强迫症的还是 P60 艺术版、标准版和 Pro 版，至少整个相机 Deco 和机身 R 角呢是相契合的。有一说一啊，华为在玩新配色方面是真的强啊，比如说今年洛可可白，因为每一台纹理呢都不相同，很多网友都玩起了赌石游戏。而同样每一台纹理都不同的1+11木星岩定制版，就是没啥热度。我们工作室入手的2台 P60 Pro 后盖纹理呢完全不一样，甚至2台机子后盖的颜色呢也会有一丢丢差别。一台呢是略微偏暖的白，另外一台呢则是略微偏冷的白。大家觉得哪台纹理更加好看些呢？可以走一波弹幕。要我说吧，其实这2台都不错，因为
反正真机质感这一块 P60 Pro 还是很不错的。裸机14呢是8.5毫米，203克。作为影像旗舰，整个三维体积尺寸没有过于臃肿，尤其是带上大米精选推出的超薄 PP 手感壳之后，手感舒适，同时呢又可以让这个特殊纹理若隐若现。在火龙肆虐那年，大米也是把709版的 P50 Pro 当做主力机用过挺长一段时间，拍照手感都挺好，就是那块小黄鸭排列的屏幕显示素质实在是不太行。今年 P60 Pro 这块 1.5K BOE 类钻牌屏幕显示效果进步就太多了，正面居中单摄挖孔4曲面，整体的曲率并不算很大，侧滑、底部上滑时都能感受到曲面顺滑过渡，显示精细度呢是好了一大截。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194尼特，但是高低亮度差大了一些，有94尼特。激发亮度也很激进，2万勒克斯可以激发到1012尼特，5万勒克斯呢基本是直接拉满了。户外的屏幕可见度不错，对比 Mate 50 Pro 2万勒克斯照度下只能激发到504尼特。色彩方面 ，P60 Pro 默认使用的是标准模式，覆盖99.3%的 sRGB 色域，74.7%的 P3 色域，平均色彩偏离值呢是1.3。鲜艳模式 P3 色域覆盖会更广，但是平均色彩偏离值呢也更高，为4.0。可视角度方面，倾斜45度内基本没啥偏色，大角度倾斜之后会略微偏暖偏黄。调光方面，默认是90尼特以上是类 DC 调光，90尼特以下呢是14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调光呢没啥毛病。体验上的一个槽点是 P60 Pro 售价都来到7000块这个价位了啊，指纹用的还是短焦，确实说不过去啊。Mate 50 Pro 用短焦，至少还有3D 人脸识别，你这个 P60 Pro 就真的只能靠自己去适应这个难用的解锁位置了。说到槽点呢，内存也是一个 P60 标准版是所有版本都是8GB 内存，7000档位的 P60 Pro 256GB 版本竟然也是8GB 内存，只有512GB 存储量才给12GB 内存。尤其是在今年内存闪存价格大崩盘的情况下，引用华强的梗呢，就是你这内存是金子做的还是闪存是金子做的？这里呢，我们用10个常用 App 叫王者荣耀加拍照3张来测试8GB 和12GB 的体验差异。2轮打开测试之后，12GB 内存的 P60 Pro 应用和游戏全部保留，不过4个应用在第2轮打开时，2级页面呢会重新加载一下，其余6个都是秒开。8GB 版本杀了3个后台，王者游戏呢也被杀掉了，其余7个应用第2轮打开时，2级页面呢都需要重新加载。多任务后台能力和12GB 相比差距明显，反正对于各家真旗舰来说，尤其是影像旗舰，选择12GB 内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马达方面呢 ，P60 Pro 用的是0809的尺寸，实际正感调教来说和 X90 差不多，是0809里面调的相对比较好的。但毕竟马达尺寸体积摆在这里，肯定是比不过大尺寸马达机型的。不过这一次双扬声器的效果倒是表现不错啊，这点大家可以拉到视频结尾听一下扬声器的录制对比。充电速度方面，在 P60 Pro 上，华为终于是抛弃了应用多年的残血66瓦，升级到了88瓦。实际充电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是否启用 Turbo 模式的提示。系统中呢，并没有一键永久开启 Turbo 模式的开关。感觉这个策略呢，就是你日常就默认用88瓦。如果说比较紧急的话，那么长按这个图标开启 Turbo 模式之后，能进一步提升充电速度。两者的差别还是高功率快充的坚挺时间长短。这里我们2个模式都测了，默认模式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9.59瓦时，差不多是满血67瓦的水平。开启 Turbo 模式之后，15分钟快充电量来到了11.1瓦时，基本就是目前各家80瓦的水平。完整充满耗时方面，分别是32分钟和37分钟，对比之前沿用多年的66瓦，进步还是挺大的。当然 ，Turbo 模式下充电发热会相对更高些。P60 Pro 影像部分主要的亮点还是长焦，4800万像素 RYYB 排列，光圈呢为 f2.1，是目前市面上潜望长焦镜头里面最大的。主摄呢是1.43英寸，同样是 RYYB 排列，拥有 f1.4 到 f4.0 10档可变光圈啊。不过具体的传感器呢并没有公布，根据之前的网上信息来看，可能是 IMX888，并且做了裁切。超广角呢是1300万像素，同样是 RYYB 排列，光圈呢是 f2.2。从实拍的样张对比来看，今年这个长焦的整体画质对比 Mate 50 Pro 上的3.5倍确实有明显加强。即便不是高倍率变焦下啊，整体的画质呢也会更好，尤其是光线稍暗的环境下 ，Mate 50 Pro 的画面纯净度、变焦细节表现呢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而 P60 Pro 呢则要好很多啊。之前呢有些潜望长焦机型经常呢会遇到暗光下切回主摄的问题，这次 P60 Pro 可以说是全程不怂，暗光环境下的纹理、降噪、细节表现都是3台机子里面最好的。高倍率的变焦解析力上 ，P60 Pro 整体上呢和 X90 Pro 加差不多，或者说略胜一筹。这点主要还是比较考验你实际拍摄时手有没有完全持稳。有些样张 X90 Pro 加的细节呢会更丰富，有些呢则是 P60 Pro 更强。10倍模式下，3台手机都会出现一些因为 AI 猜细节导致部分画面看起来有些歪歪扭扭的情况，这方面 P60 Pro 表现的最好。
相对 Mate 50 Pro， 这一次 P60 Pro 的长焦采用的是浮动镜组设计，增加了微距模式拍摄，最近对焦距离呢大幅提升，随手拿起一个产品拍细节，或者说完成一些微距题材的拍摄就非常方便了，基本上不用担心近距离拍摄细节时被强制切换成主摄。所以就拍摄体验和画质方面来说，浮动镜组长焦确实要比超广角的微距体验好太多了。建议后续影像旗舰的长焦都能够标配这个功能。主摄方面 ，P60 Pro 依然是 RYB 加可变光圈设计虽然说是10档可变光圈，但是自动模式下基本还是2档切换。白天和大多数城市夜景是 f2.0， 暗光环境呢会切换到 f1.4。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表现不错，没有暴力 HDR 导致画面整体太平，缺少立体感。有时候甚至还能拍出星芒的效果就比如说这组样张 ，P60 Pro 整体观感呢就非常舒服了。整个拍摄画面呢基本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锐化或者说饱和度战士。大多数场景下，第一眼的观感呢还是挺不错的。夜景环节和之前所有华为旗舰一样，自动夜景算法呢基本是全程参与。拍摄一组样张之后，会有一个魔法等待时间，然后呢完成最终的拍照预览。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影响前台快门继续拍摄，多帧算法呢会在后台排队完成。因为 RYB 加持，实际的画面纯净度、亮度表现并没有被1英寸大底拉开多少差距，整个画面的细节纹理呢都 OK， 没有明显的画面涂抹痕迹。但是 RYB 猜色难容易导致色偏的问题，在这一代 P60 Pro 上依然是不可避免。横向对比 Mate 50 Pro，P60 Pro 的 RYB 色偏问题是有不少进步的。比如说这组样张 ，Mate 50 Pro 地面墙面都明显偏红，P60 Pro 呢就要好挺多了。这组样张 Mate 50 Pro 墙面依然是明显偏红，P60 Pro 的墙面颜色也有点偏红，但观感会相对更好些。只不过这个灯箱部分的蓝色呢拍成了浅蓝色。因为长焦也是 RYB， 所以说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猜色错误的问题。这组样张实际灯箱人物衣服的颜色呢是紫色的，但是 Mate 50 Pro 和 P60 Pro 都拍成了蓝色的颜色。再比如说这组大叔样张，正常颜色呢应该是 X90 Pro 加的颜色，P60 Pro 和 Mate 50 Pro 都出现了猜色错误。总的来说这代 P60 Pro 最大的优势还是这颗大光圈 3.5 倍长焦。虽然说部分场景会因为 RYB 出现色彩还原不佳的问题，但是其他方面的优势就挺大。比如说3.5倍到10倍都有不错的解析力，晚上基本是可以全程调用，加上支持微距，综合的表现确实很强。主摄的色彩还原相比 Mate 50 Pro 呢有进步但是对比目前各家1英寸 RGB 排列的大底主摄，猜色错误的几率呢依然会更高，尤其是在一些复杂光源的场景下，或者说一些红黄颜色的高亮灯箱场景，我觉得相对于长焦，主摄 RYB 导致的负面影响反而会更大些。超广角方面呢 ，P60 Pro 白天表现还行，但是到了晚上就明显不如 X90 Pro 加了。暗部细节呢比较差，并且伴随着比较明显的涂抹色块，超广角的画质表现确实就差点意思了。简单小结一波从 Mate 50 Pro 到 P60 Pro， 华为对于骁龙平台的打磨优化进步确实是肉眼可见。处理器的日常调度在一众8加镜里面是比较开放积极的。这代 P60 Pro 日常使用流畅度很不错，当然原神这种高负载游戏目前呢还是优化的不太行。影像环节，长焦呢依然是最大亮点虽然说 RYB 有不足，但是这颗长焦强的地方呢也很强。比如说晚上呢可以随时调用，变焦解析力很强，还有微距提升实用性。主摄呢大多数场景下 OK， 但是部分场景猜色算法有待改进。超广角表现就不如今年各家大杯超大杯机型了。新的 1.5K OLED 的屏幕，综合显示效果不错，4曲面加单摄挖孔，整体观感呢要比大刘海的 Mate 50 Pro 舒服。槽点呢是作为7000档机型，依然是用短焦指纹，内存呢还是8GB 起步。想要完整的旗舰级体验，还得加钱到8000买12加512GB 版本，再加上2023年这个时间点只支持4G 网络，说实话，在人多密集场景确实会对网络体验呢产生一些影响。所以理性角度来说，这个价位我是不推荐大家购买 P60 Pro 的，毕竟今年这个价位综合体验强的机子太多了。反倒是今年 P60 标准版的产品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因为除了潜望长焦，其他方面相比 Pro 版本并没有阉割太多配置甚至 IP68 无线充电都保留了下来。关于这台机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考虑买一台给大家做个评测。当然，如果你家里有一堆华为生态相关的产品，我就是想买一台华为的高端旗舰，那么今年 P60 Pro 对比 Mate 50 Pro 确实是哪都更强，更好的拍照，更好的屏幕，更好的流畅度，更好的快充续航。对于华为忠实用户来说，换机升级有了更好的选择。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华为 P60 Pro 的全面评测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好价好物。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